大约在5万到20万年前，人类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基因，称为 FOXP2 基因。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人类掌握了语言能力。语言是什么？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，天地万物都能被语言所抽象，人类就可以描述知道的一切，甚至是宇宙的秘密。语言太重要了。比如说，在产生语言之前，人类对时间没什么概念，是语言让我们突破了时间的限制，可以回到过去，也可以幻想未来。还有更神奇的事儿，通过语法规则，一个事件可以从原因推导出结果，产生一种叫做逻辑的思维方式，而逻辑思维是科学最底层的基础。语言还能创造出不存在的东西，比如说钱和国家。国家在40多亿年的地球史里都不存在，是人们通过语言共同想象出来的东西。正是因为语言的力量，人类成为唯一能够构建复杂文明的物种。一切的一切都来自神秘的语言。语言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赋予了语言改天换地的力量？有关语言的故事，我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来到1921年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哲学著作《逻辑哲学论》。在书中，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：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。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？维特根斯坦认为，语言是用来描述和表达世界的工具，但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度的。比如说宇宙，我们能观测的可见宇宙半径为465亿光年，在这个距离之外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也就是说，空间与光的物理特性决定了人类的认知边界。能观测到的可以被语言所定义，当然也可以被语言所描述。而我们无法观测的，就像宇宙之外是什么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想象力之外，也就无法用语言描述或表达。这个理论同样可以应用到微观世界。组成原子的是质子、中子与电子，组成质子的是夸克，那组成夸克的又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观测不到，所以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，语言只能描述我们想象得到的东西。所以维特根斯坦说，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。维特根斯坦天才地认识到，语言能够代表和表达思维，但是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，它的结构和规则还会影响人类如何组织和表达思想。也就是说，不同的语言可能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。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是真实的吗？时间来到1940年代，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·萨皮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·里沃夫对地球上存在的不同语言进行了深入的比对研究。当他们对美国印第安霍皮族的语言进行研究的时候，突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。我们都知道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是有时态的，有过去时、现在时、将来时。因为时态的原因，英语使用者会把时间看成是线性的、可量化的一种思维。在他们的文化里，时间可以切割，可以分成一个一个的段落。但是霍皮人就不一样了，霍皮语没有线性时间的概念，表达时间通常与事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。举个例子，他们会使用植物的生长周期来描述时间。这对夫妻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呢？霍皮人会说，是在3次南瓜的种植期之间。他们的时间着重在事件的持续性和重叠性上，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事件的周期可能是过去、现在，甚至是将来。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时间观念，要靠听的人去猜。正是因为霍皮语缺乏精确的时间表述，霍皮人不太考虑过去与未来，他们更关注的是轮回的概念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万物都在轮回，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找事物的本真，所以霍皮人也就无法产生现代科学。萨皮尔和沃夫还比较了其他的语言，比如俄语。俄语里有2个颜色词来区分浅蓝色和深蓝色，而英语只有蓝色这一个词儿。在快速认知颜色的实验中，
俄语使用者在区分浅蓝和深蓝的颜色时，就比英语使用者要快。这意味着语言真的能够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。萨皮尔和沃夫基于大量的研究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，称为萨皮尔沃夫假说。他们认为，语言是人类辨识世界的工具，这个工具越精细，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就越精细。这个假说还分成了加强版和减弱版，但是核心呢是这样一个理论：语言是信息的传递方式，人们使用的语言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，语言会塑造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。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维特根斯坦的理论。时间来到1994年，加拿大认知科学家斯蒂芬·平克出版了一本极具探索精神的著作《语言本能》。在书里，平克提出了一个很费解的观点，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天生的能力，是基因编码的一部分，人生来就会说话，这可能吗？平克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，因为他主要研究对象是英文，这是一个英文的例子。他发现很多3、4岁的美国孩子会将 go、run 的过去式念成 goed、run 而正确的过去式应该是 went 和 run。可见孩子们在大脑中意识到这些动词有过去式的形态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动词是不规则动词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？平克发现大脑的某些区域，特别是其中的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，与语言的产生和理解密切相关。这表明人类的语言能力与特定的神经机制相连，是大脑的一部分。那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刚出生的孩子一睁眼就叫妈呢？原来平克的论点并不是说人生来就能说话，他强调的是语言的学习能力，这个技能是天生的。人类在孩童时代能够自然而然地学习语言，就像人能够自然而然地学习走路一样。这说明语言的习得能力和走路一样重要，它必须要写进基因里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语言的真正作用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工具。语言能力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。考古学证据表明，早期人类可能通过符号、图画和其他非语言形式来进行沟通。大约在5万年前至10万年前，人类的语言能力取得了突破式的发展。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？有这样一种推测，这可能与人类走出非洲之后，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与气候有关。环境变化了，生存条件变化了，人类需要设计未来的计划，提出危险的警告，制定复杂的社交规范，目的就是让群体保持合作，能够在残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人类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，语言也随之变得复杂。小群落变成了大部落，同时语言作为社会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语言不仅用于基本交流，还用于表达思想、情感、文化和道德价值。在语言的帮助下，人类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最庞大的社会组织结构，国家产生了。如果没有语言，也就无法构成人类社会。原来，除了塑造思维和认知结构之外，语言更是建造复杂社会结构的基础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语言的真相了。语言到底是什么？语言最本质的作用之一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工具。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：合作产生了语言，语言又会不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合作呢？时间要再次回溯到1949年，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创作了一部反乌托邦的名著《1984》。在这本书里，奥威尔系统地展示了集权政府如何使用坏语言削弱人民的思考能力，并控制整个社会的故事。其实，在奥威尔之前，有很多哲学家、思想家都提出过坏语言对人类社会的破坏作用。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《理想国》。但是奥威尔是一位语言大师，他在书里举的例子太形象了，
所以他就成为了描述坏语言危害性的第一人。比如在1984这本书里，集权政府要求社会极度的精简词汇，像坏这个字儿要去掉，替换成不好，所以世界上就没有坏事了，只有不好的事。也就是说，无论这个政府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，都不是坏事，充其量只是不好的事。这样一来，语言的丰富性就被压缩掉了，人们的思维就会受到限制。比精简词汇危害更大的是扭曲词义。比如在书中最有名的口号：战争即和平，自由即奴役，无知即力量。战争与和平，自由与奴役，这本来是一对反义词，但是在宣传中却变成了充满矛盾的不确定语义。这些例子在今天统称为语言的腐败。语言腐败强迫人们去接受错误的宣传，长此以往，就不再有人去质疑现实了。更糟糕的是，采用类似的语言策略，人民就会失去判断能力，人类社会内部就不再有真实的合作，社会生产也会全面的进入衰退。我们在前面讲了，语言是信息的传递方式。根据信息论之父克劳德·香农的研究，信息与商可能是一个东西，所以语言本来是为了商检而产生的。谣言、假信息、模糊表达会导致信息的不对称，语言的篡改会重塑人类对现实的反应，使人无法区分真假。为什么要反对语言的腐败？因为不以事实为依据的语言就是熵增，会造成整个世界的混乱。如果语言系统失去了准确性和逻辑性，如果语言被扭曲、空洞化，或用于操纵社会舆论，语言就会转身成为阻碍合作的工具，这个世界就会有大麻烦。这就是上一个问题提到的，坏的语言会影响人类合作的意思。下面我要试着回答开头的问题：是什么赋予了语言改造天地的力量？我认为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人类的共同合作，让人类拥有了今天如此伟大的成就。所以我们更要时刻警惕坏语言对人类社会毁灭性的影响。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坏语言的传播，同时让好的语言流行于世呢？时间来到1981年，德国哲学家尤尔根·哈贝马斯出版了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《交往行为理论》。在这本书里，哈贝马斯对人类的理性观进行了批判和重建。哈贝马斯认为，现代社会的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，这种理性关注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一个目标，而不考虑目标本身是不是合理的或道德的。比如说，一家公司优化生产流程，降低成本，这个目标不能说是错的，但可能在实现目标的时候忽视了对环境和工人权益的影响。再举两个例子，比如军队会研发更高效的杀伤武器，而不去考虑战争的正当性。医院变成了以盈利为第一目标，而不是患者的实际需求。工具理性会最大化效率和生产力，但可能会牺牲人文价值、道德伦理。怎么办呢？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性方式，他称之为交往理性。交往理性是以语言和沟通为基础的，在这里，语言的意义又向前跨越了一步。语言不仅是以合作为目的，语言更是理性协商的手段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夫妻两个人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了不同的意见，如果其中一个人说家里的事情是我说了算，单方面决定孩子的教育方式，就不是夫妻双方达成的共识。真正的共识应该是通过对话讨论，从孩子身心健康和文化养成等方方面面寻找科学依据，通过有效的沟通来达成共识。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受到了很多挑战，比如今天的话语权往往被少数的精英、政府、企业所垄断，普通人很难真正的平等对话。现代社交媒体常常鼓励情绪化的言论，而不是理性探讨。不同的文化、
信仰体系的人群可能难以在同一个理性的框架下对话，更不要提无处不在的语言腐败，破坏着社会信任，阻碍人类共同目标的实现。但是在信息交流越来越广泛的今天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确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方向。他提醒我们，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应建立在暴力、欺骗或强制之上，而应该通过开放、平等、理性的对话来实现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为澄清语言的歧义，去除坏语言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破坏作用，指明了新的方向。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聊两句个人的思考。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进化成果之一，同时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语言的使用不但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，社会流行语更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高度。所以语言的边界不但是世界的边界，它更是人性的边界。正因为如此，保持语言的准确性和诚实性是促进合作、维持人类道德底线的关键。守护语言的真实，就是守护了人性，守护了我们这个世界。